但是这单生意呢已经讨论了好几年，至今呢还没有敲定。主要原因就是阿根廷对于中国制造的武器装备信心不足。这个呢也不能完全怪阿根廷崇拜欧美，中国高技术武器装备还没有充分的接受过实战的检验。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说阿根廷为什么还不下决心购买枭龙战机。其实呢，枭龙是缺个一战成名的机会。这几天呢，关于阿根廷会不会购买中国枭龙战机的新闻引起了中国和英国媒体的高度关注。这个型号是不是能够进入南美市场，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局势的，所以说还是值得很关心的。中国成都飞机公司研制的枭龙战机是一种让人很苦恼的型号。之所以说苦恼是因为很难给它画带。大家都知道枭龙的原始设计来自于成都飞机公司的歼7战斗机，而歼7呢，它的原型就是苏联研制的米格21，基本设计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60年代，距离今天呢差不多有60年了。航空装备的发展是日新月异60年前的老型号到今天还能发挥作用，这是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除了那些非常熟悉米格21和歼7系列的航空老油条，其他人根本就不可能发现这两种飞机的渊源。枭龙的基本结构应该认为是第2代战斗机，但是在很多细节的地方采用了只有第4代战斗机才用上的技术，比如说翼身人和和 DSI 进气道。这个问题到了第3批次的枭龙上就更加让人挠头了，因为从这个批次开始枭龙战机改用了主动电扫描相控阵雷达，这是美国在第4代战斗机 F-22 上首先采用的技术，后来才用它改进各种第3代战斗机。先进雷达的采用让枭龙有了发射远程空对空导弹的能力，可以在远距离猎杀相当多的第3代战斗机，比如说美国的 F-15、F-16、F-18 以及俄罗斯的米格29，甚至是苏207、苏30。所以这个枭龙第3代到底算几代机呢？我们上面所说的苦恼都属于学术界的老学究们。在枭龙战斗机的这些用户和潜在的用户看来，枭龙战斗机特别是第3批次的枭龙，那简直是优秀的不要不要的，是一款性价比极高的型号。战斗机呢，一般装1台或者是2台发动机，采用2台发动机的战斗机当然性能更好，机动性更强，可以携带更多的武器弹药，在空中飞行更长的时间。但是2台发动机会带来非常高的维护的成本，对财力不是那么雄厚的空军来讲呢，这是个不小的负担。当今世界全新制造的单发战斗机的数量种类很少目前来说，有美国的 F-16 的第70批次，有中国的枭龙，以及刚刚露面的俄罗斯的苏75，当然呢还有美国的 F-35。不过 F-35 只对少数美国盟友提供，苏75还只是个模型，还没有讨论的价值。F-16呢是第70批次，被有些人呢称之为第3代战斗机的终极型号，据说性能呢要比枭龙第3批次稍强一点。但是这个型号的 F-16 价格达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出售给台湾的 F-16 第70批次的单价达到1.27亿美元，而枭龙第3批次的价格估计也就是5000万美元。F-16 是枭龙的 2.5 倍还多，如此性价比，到底哪一个型号对客户更加具有吸引力呢？这就不言而喻了吧。枭龙和 F-16 的性能的差异主要在于武器弹药的携带的数量和近距离的格斗能力。然而作为一种能够发射远程精确制导导弹的战斗机，枭龙又何必要和对方进行格斗呢？在100公里开外一弹就把对方干掉不就完了吗？至于弹药的携带量，枭龙更适合于保家卫国，多数国家空军也没有远程奔袭其他国家的需求。枭龙具备 F-16 所没有的强大的竞争优势，除了人们普遍讨论的全套中国造，
骁龙真正强大的战斗力是，它可以挂载多种型号的中国制造的精确制导弹药，可以选择的数量和范围或许比阿根廷在整个西方供应商群体那里能够找到的还要丰富。这些精确制导武器弹药在使用的时候不需要看西方的脸色，既不会受到禁运的限制，也不用担心美国人会关闭卫星导航信号，因为他们基本上都采用了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阿根廷要是采购了枭龙以及相应的精确制导弹药，就再也不用担心马岛战争中飞鱼导弹被禁运的悲剧重演了。说到这里啊，英国这些年来反复的阻挠阿根廷买飞机的原因也就昭然若揭了。在当年的马岛战争当中，真正让英国人吃亏的就是阿根廷空军的航空兵。按理说，阿根廷应该痛痛快快的下单购买枭龙，但是这单生意呢，已经讨论了好几年，至今呢还没有敲定。主要原因就是阿根廷对于中国制造的武器装备信心不足。这个呢，也不能完全怪阿根廷崇拜欧美。中国高技术武器装备还没有充分的接受过实战的检验，特别是枭龙战机，虽然得到了巴基斯坦空军的高度的评价，但是毕竟呢，还没有经历过一场大规模的残酷的战争，没有为自己争来足够的荣誉。或许将来某个时候，历史会给枭龙一个展现自我的机会。只要一战成名，枭龙的推销工作就不会像今天这么泛滥了。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